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打开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到现在交往1年。我男朋友总是很挑剔，对我各种不满意，每天都在我耳边唠叨。我女朋友平时为人处事的方式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。我跟他交往其实是奔着结婚的，但是他这么嫌弃我，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孙24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罗23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用一个词形容你的女朋友。任性。怎么任性？说说吧。啊，每天在家里面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干。之前有一次吧，回到家里面，我看见地面上全部都是吃的水果的，就那果皮垃圾。果汁粘在地板上胶粘的，你扔一下怎么了？有那么难吗？结果呢，就是不去。我这一天天收拾也挺辛苦，我回来就看到这一场面，我肯定是生气啊。他的一些就是衣服啊、个人衣物啥的，床上、沙发上，还有洗衣机里面，大部分啊80%以上全部都是他的脏衣服，他是一件也不动。甚至我也之前教过他一次，就是怎么洗衣服，该怎么放洗衣液，怎么用洗衣机。结果呢，就是不干。每次上完厕所他也不冲，咋说呢，就已经是让人到无语这种程度了。就因为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然后我不会洗衣服，不会做饭，然后不是，那你总得会冲马桶啊。你看我指甲这么长，然后万一我一冲指甲劈了怎么办呀？真不冲马桶啊？那有他在的时候我就不冲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还有吧，他是怎么说呢？花钱大手大脚，每次都要买什么名贵的衣物，什么包包啊、衣服啊、裤子啊、鞋子啊都有，最便宜的都得2、3千起步吧。你要是买吧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对吧？钱嘛可以再挣。问题是他就穿不到1个礼拜就直接丢了，不要了，说什么啊太旧了，不喜欢。就你。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一天天挣钱也都不容易，大家都辛辛苦苦的，咱就说有这么花钱的吗？花谁的钱？花我的，我自己买的东西。花人家的钱就行了嘛，没花你的呀。问题是，家里吃穿用度总要用钱吧，煤气水电总要用钱吧，这些钱从哪里出啊？他买的这些衣服不到1个礼拜又要买新的，1个月挣的钱有多少？哪够他花的呀？你直接说跟他谈恋爱，经济压力比较大是吧？已经是大到不能再大了。但我之前我买什么东西价位也都是那样的，你也知道。然后平常的话，包括我的贴身衣物，我都是有可能穿完1次之后我就直接扔，洗了多麻烦呀。行，没事儿。哎，我就问一句啊，怎么不分手呢？提过分手吗？提过。谁提的？我提的。当时也是吵架啊，在气头上直接说，过不了那就分吧。然后他什么反应？他之后的操作给我直接惊掉了大牙。就那天我们吵架嘛，我说分手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大晚上我直接出去，我去找我朋友住。过了差不多能有将近1个小时吧，过来消息，发的是一个割腕的照片，还有血。当时给我吓完了，我直接打120，连车带人一块儿过去。结果一上楼一看，人好好的，血也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这当时直接给我气昏头了，直接给我气懵了。我当时就说的，你干嘛啊？你有必要这么作吗？往小说你这叫浪费公共资源，往大说你这叫扰乱社会治安秩序，有必要这么搞吗？
啊，您这段话也不像您说的，我基本上觉得这气昏了头说不到这样的话。您什么职业呀？我个人是一位汉服模特，然后外加是一个个人的写作作家，就经常会接触一些就是类似于法律或者刑侦一类的。哦哟，好，难怪呢！你看，这得有相关的职业背景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叫脱口而出啊！真的，吓他。那他那么晚不回来，那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在意我，多关心我。他那么晚不回来陪我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多害怕，多孤单呀！就这还不分呐？早吓死了！提个分手，我的天哪！行，那再说说他还做了什么吧？就是有时候我们出一些就是商业活动什么的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名人名流什么的啊。他呢，个人就比较喜欢爱虚荣。一碰到名人啥的，哎，非得求着人家啊，你跟我合个影呗，你给我签个名呗。其实这都追星嘛，正常。问题是你发朋友圈大肆宣扬，结果他这人吧，交友不慎，家里亲戚攀高枝的又多，最后给我搞的电话疯狂轰炸我，短信一天99加，然后呢，还上门来找我啊，说什么啊？你能给我安排个合照不？你能给我安排个签名不？我哪来那么大能耐呀？明星出现的概率多低呀？多长时间才能遇到一次呀？我的亲戚啊、朋友啊，包括父母啊，看到我跟明星合影，我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，我有高人一等的感觉，然后我自己也会很开心。不是你跟明星合影，为什么你高人一等呢？明星不是也普通人吗？我觉得明星不是普通人呀。好，来，还有吧，他个人是就是那个，也算是交友不慎，遇到的一些都是不三不四的朋友啊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谁家好人大半夜的夜不归宿啊？其实偶尔你要说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一聚，喝个酒、唱个歌、蹦个迪啥都正常啊。但是你也不能一连1个礼拜以上都不回来吧？别人都是女朋友留守空房，合着我一个男的留守空房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你是不服气是吧？你也去啊？我去了，家里面家务谁收拾呀？哎，对，所以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忍受他。你们俩都不是一般人，干嘛去了，姑娘？这1礼拜都不知去向的。我不觉得我的朋友是不三不四的人，我也没说啊，他说的啊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难过了、伤心了，或者看个电影就是流眼泪了，心情不好了，我觉得他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情绪价值，所以我只能出去找我的闺蜜啊、朋友啊，然后一起喝酒啊，然后聊聊天啊，吃个夜宵啊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。而且呢，我闺蜜家还有小猫啊、小狗啊，然后我就是喜欢就是玩它，然后可能就跟他们待1周2周，我觉得也不过分。再说了，又没有男生，我不知道他生我什么气。你听见你在心目里的地位了吗？连小猫小狗都对，这到底是就是你什么是你的男朋友啊？这姑娘太有意思了，是因为男朋友给不了，所以我还得出去找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我又没有找男性朋友啊，我找的不是男性朋友。是，您找的是猫猫狗狗啊，对吧？更有意思。一提他朋友我还更来气啊！咱就这么说吧，就是人情礼往，对吧？出去吃饭聚会、聚餐喝酒，这其实都很正常。问题是也不能回钱都让他出吧？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了，这一吃的还都是一些高档餐厅，消费人均都是几百家的，羊毛也不能可着一直薅吧？不，人家没薅，人家还提供了猫狗给他撸呢。是吧，姑娘？对呀。为什么每次都你买单，他还对呀？我的天！一提这猫狗，我还更来气了啊！他朋友家养的猫狗生病了，借钱看病，那 OK， 帮一次也行，对吧？你们关系处得好，我又不是不支持。问题是你也不能他家猫狗月都有病啊！一借个2000、3000、5000的，我就这么说，叫我继续这么借下去，我家迟早得变成她闺蜜家的。那有的时候我花的又不是她的钱，我都是花着我自己的钱，还有我父母的钱呀。啊，主要是父母的钱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家里有钱是好，是不是？可以任性，对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你从哪儿找来的？你告诉我们。我能说他是他追的我吗？啊，他追的我。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啊。现在知道了就走啊。想走不掉啊。为啥呀？他对我控制欲是特别强的。
包括我的个人隐私以及就是那个 QQ 啊、微信啊一些社交软件，啊，一提社交软件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之前有一回，他怀疑我和外面的就是一些异性朋友搞暧昧，我说我怎么可能搞暧昧？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不信，啊，大半夜3更凌晨3、4点，非得给我整起来，就说你给你那些异性朋友给我打电话，现在就啊，我要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异性朋友。我就说大姐你疯了吧？啊，凌晨3、4点给人家打电话，不是你打没打吧？我当时没打没同意，我当时就直接反将他一军，你既然要查我的 OK， 我也要查你的，啊，然后结果他死活不同意，就是不让我查，然后他吧吃东西口味很挑，嘴很挑，啊，吃的东西都得是山珍海味。其实你要喜欢吃点好的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吃的量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每回一整一大桌啊，20、30个菜，你非得一块吃。每回吃完之后，把自己肚子撑得够呛。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吃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必胜客，但那个时候我爸妈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垃圾食品，不让我吃。然后长大了之后，因为彻底没人管我了嘛，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看那些推荐的，我就觉得那些东西很好吃，然后我也花的是我自己的钱。我就觉得什么东西想吃我就吃了。啊，行，你确定是花你自己的钱吗？是呀。是爸妈的还是你的？都有。对，他们的就是你的，他的那个自己是针对你男朋友说的，对吧？我没花你的钱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嗯。啊，行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喜欢他什么？我见他第一面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帅，然后他有点高冷男神那种感觉，我从小就喜欢这样的，我从小就喜欢看各种。我问一句啊，哪个高冷男神给女生洗完衣服就算了，这个倒很正常，做完家务也可以，关键还要给这女孩冲马桶，这是男神还是爸爸？因为他是我的男朋友嘛，我觉得让我男朋友为我做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、很开心的事情。还喜欢他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又帅，然后又有气质，然后就是有一种能照顾我的感觉。哦，那照顾是确实照顾。他能跟你分手吗？反正我不想让他跟我分手。如果他真分的话，你接受吗？我不接受。不接受你会怎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不会失去他的。好，我们明确几点啊。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劈过腿吧？没有背叛过你，对吧？没有。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虐待过你，是吧？没有。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对你进行压迫的行为，是吧？明确了啊，明确吧？好，行了，有我这3句话，你把它录下来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了啊，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先跟你说，你今天来，反正你刚才如上所述的种种给我的感觉，今天就是来分手的，对吧？对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。对，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个呀，而且行吧，这个问题交给你们看怎么办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国红兄，女生，我的天，您的那个指甲保险了吗？反正我每个月都会做1回，我觉得他肯定没有，您我们的保险公司去保险，您的指甲没有。那我建议等下了节目那个工作餐您就不要吃了，是有断指甲的风险的，因为那个盒饭它是塑料的，是要自己打开的，打开的时候很容易折了指甲的。他不用自己打，于老师，他马桶都不按，他能自己打盒饭吗？哦，旁边有人，那放心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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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是冲马桶。断指甲，他如果不在，您拿根棍儿就也可以的呀。在按钮上摁一下，那会断指甲吗？不会呀。干嘛呢？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，真的让我大跌眼镜。我们经常说，女孩子要富养。您的父母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究竟是怎样把您富养成这样的一个？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感觉到有点奇葩的生活状态。你运气好，碰上了他，他喜欢你什么？因为你可以依赖，您可以帮他干活，
所以一句话，你离开他是帮他，你不离开他是害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我们听听文老师怎么说。文老师，大家仔细看我的指甲，啊，昨天劈的，我也做指甲，昨天这个，昨天刚劈的，为什么劈了呢？自己穿鞋劈的。我以为是冲马桶劈的。没，自己穿鞋劈的啊，然后。对，因为以前都不自己穿是吗？昨天自己穿了。没，就是我就告诉你，就是说，劈一个指甲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是。就是你这个东西是属于很多你会认为说啊，我这个指甲劈了怎么办呀？不好看了，损失很大。不是，你真正损失的是你应该有的，你在这个年纪应该有的能力和修养。而且说实话，没有人会那么在意你的指甲劈不劈。就是你看我今天照常录节目，昨天晚上照常的录制，你们会仔细来看我指甲劈了吗？没有的，因为只有你自己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。不要把自己放得那么重要。当你的能力和你的位置还不够匹配的时候，而且不要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情。然后男生，我想跟你说，你明明都知道他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，但是你还有一点被虐倾向，你在这周而复始的，其实每一次都会回到原点，你也知道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你离不开，你分不掉。但是你们俩今天走到这里来，我希望你能够就是勇敢一点，就是你们两个中间就是他不切实际，但是你就一直在自己安全区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生活方式是你不接受的，可是你也不敢去打破它。就是因为他比你敢嘛，他敢豁得出去嘛，所以他可以上厕所不冲厕所，所以他可以不自己捡垃圾，不怎么，因为你们俩这个情感关系里面，他在态度上强势，但是你在态度上弱势，所以你应该弥补你自己这个过程，因为你们俩很难走到终点。你要是在面对往后的人生，你在这段情感关系里面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，你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思维模式，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你应该大胆的去迈出你自己的安全区，说我就想怎么样，我就应该怎么样，怎么样对我自己是最好的。因为现在才24岁，24岁应该是一个男生知道自己我想要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的年纪。我说完了。好，谢谢文老师。雷老师，就是首先我们确定一点啊，我们小罗姐姐有钱，对吧？是。我问一下，小罗姐姐是独生女吗？她是独生女。她是独生女是吧？我就一直在考虑，就是一段感情持续下去，它一定会有动力来源。就有些恋爱关系有可能是雇佣关系，但是岗前培训是痛苦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但是呢，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不要分手。为什么？这痛苦的岗前培训，咱已经扛了1年多了，眼瞅着能转正啊。你如果恋爱动机真的是小罗姐姐，她又是独生女，她又是一个财富继承人，这个动机成立，它有它的合理性。她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女儿怎样都可以。我知道有些人苦了一辈子，夫妻2个人兢兢业业一辈子赚了钱了，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完全不限制的。什么好给什么，爱怎样怎样。我和我的伴侣，我们苦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让孩子逍遥不苦吗？所以才会出现衣服随便扔，奢侈品随便买，连马桶都不冲，然后从来不打扫，而且还特别馋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娃呀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们2个结婚，小罗姐姐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对你特别好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那个状态，他们太知道了。就惦着一扛得住的女婿，能让自己这个女儿这个人生有个依靠。你这个岗前培训熬到现在，你只要坚持住，我告诉你，老丈杆子对你一定特别好。哎，别介，你一脸的勉强，你也勉强了1年多了。小罗姐姐，我告诉您啊，120年前有一个著名的女性，指甲比您长多了。她那个指甲呀，现在还在紫禁城的珍宝馆里，她那套那么长，上头镶着钻的，她一个指甲那么长，别说替我冲马桶了，吃饭都得她喂。
人家身边那有好多伺候着的呢。您到现在不就是要把他改造成那样一人吗？他也没有拒绝呀。是啊，所以我说他有他的动机啊，所以我说你们俩不能分手啊。我们要讲一个人职匹配、人岗匹配，有些岗位就需要这样的人，有些人就需要这样的岗位。所以我说你们两个不能分手，得坚持。这个已经岗前培训1年多了，能撑到今天，不容易。稍微正常点的早跑了。你发现这么一人才，你还不得好好对他好？再找着这么一个也难。小罗姐姐，我讲明白了吗？哎，我就有一点疑惑，咱家得什么味儿啊？没事，这是我个人好奇。我讲完了，主持人我讲完了。谢谢李老师，来单娜老师。我们不说你俩感情的事儿，因为你们俩感情没什么可值得说的，是就不能称之为感情，就只能称之为你在为甲方服务吧，啊，就是还好没有同时竞标的啊，其他的感情不说，我主要重点来说一下小罗姑娘，你这样是在害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廉价感十足的姑娘，你让别人看不起你。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降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？你得自卑成什么样，才需要用明星、用奢侈品、用所有这些表面的东西来把自己包装起来？就是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你到底的自卑的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的这番话，你下了这个台，好好想一想，姑娘。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，如果你想要过你真正追求的那种幸福的日子，我们要先变成一个有素质的人，这是底线。第二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廉价感十足的姑娘，外在的那些东西给不了你什么，真正修炼的是你的内心。你想让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你，他爱的绝对不是你外表的这身衣裳和你的脸，他能够长时间爱你的，一定是因为你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你现在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都是恶臭，就这样。谢谢单娜老师，来面对面啊。姑娘懵了啊，打小没人这么说过我。其实男生也挺坏的，这叫真坏啊！受不了就走啊，哪有分不了的手啊？为什么在临走之前或者要签合同之前吧，还拿到这儿把他羞辱一通？你今天到底来干嘛？你羞辱他之后还要跟他继续走吗？还是说你想反抗一下他？就这姑娘到底什么地方让你喜欢？这就是雷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。现在有很多爱情没有那么单纯，爱情的目的性也很强，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种非常态或者非正常的亲密关系。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吧，对吧？彼此互为千里马和伯乐，因为要找一个能够接受你这一些的男人确实很难找，对吧？你就算是他的伯乐了，男生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们真是一段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当然是祝福。但是呢，亲密关系有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外人看来扭曲的、不正常的，可能两个人还会乐在其中，那是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各有所需，但跟我们要保卫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只能说分开吧，好好的成长，再说恋爱的事儿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在我们接触这1年时间里，我曾经被你的光鲜亮丽的外表所吸引，但经过深入了解后，我发现你并不是那么的好。在这1年时间里，我曾经原谅你无数次，但这次我想彻彻底底的反抗一回。所以说，我想对你提出分手，分开吧，分了，对我们2个都好。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分手。我一开始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特别喜欢你，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帅，然后温柔、高冷，然后就是有一种气质，特别神秘的，就是吸引到了我。然后我就是不自觉的想靠近你，想跟你说话。然后可能那段时间你也看出来了我喜欢你，
我那个时候还特别自卑，我就觉得你会不会拒绝呀？然后我想请你吃饭，然后你还答应了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，我不想跟你分手，真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哎，包红兄来预测一下，这个可有预测头啊！确实，能分得了吗？这个男生，就像您说的，来爱宝就是来分手的，因为这个女生很显然，真的应该从恋爱当中被扔出去，然后扔到社会上去回炉，接受一个教训，接受一个培训。我想肯定是女出男不出。文老师，我个人觉得他俩还得纠缠一阵儿。就不管今天出不出，都会纠缠。对，我觉得现在男孩更多的像在惩罚他。哦，雷老师，我觉得还是分开吧，竞争上岗，对吧？竞争上岗才能优胜劣汰，咱们总得要一个自己满足需求的呀，对吧？对，竞争上岗。好，男不出女出。就真走了。走了，受不了了，这甲方服务不了了，太麻烦了，天天这么怎么服务啊？这甲方也有人是以辞职为要挟要加薪的。对不，对，沙娜老师说的对，即便是竞标，我认为没有其他男生会来投标的。不一定啊，你小看了啊，不一定啊。哎，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哎，非常道，这就叫，对吧？全都猜错了，但是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结局，现实生活里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说不定人家两个人离开了咱们这个演播厅，手又牵在了一起，还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是吧？好了，就没有什么祝福，这段感情确实没有什么祝福。我们就希望两个年轻人能够通过这场爱情，重新认识一下生活，重新认识一下自己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两个人是在做兼职时相识的，我们结婚3年了，我们有一个孩子，今年1岁半。我觉得我们结婚前后，老公的变化特别大，不是我理想中的婚姻。婚姻需要包容和理解。我觉得我爱人总是怀疑我们之间缺乏信任感。他也照顾不了家，都是我一个人做家务，照顾孩子，我觉得很累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肖先生28岁，来自天津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李女士27岁，来自天津，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今儿是来吐苦水的是吧？除了吐苦水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毕竟生活还要继续，也想好好走下去吧。行吧，咱从哪儿开始吐啊？就是生活，就是难免会有摩擦嘛。摩擦多了的话，就感觉自己挺无助的，有一点就是走不下去的感觉。就是婚前吧，我们得筹备好多事情，像装修房子。这些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的去跑，然后但偶尔可能是他的父母跟我一起，我就觉得这是我们2个人的家，就是为什么总是我自己就是忙前忙后，他总是有理由，就是他工作忙呀什么的，就是几乎就是这个样子。真那么忙啊？这不店儿刚开始开了一个小店儿，认为确实是自己刚开嘛，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经验，需要自己去做这些事情。然后的话，可能就是刚结婚之前，我父母也说，也跟着一块儿去忙活忙活，不也是为咱们2个人好嘛？因为咱那个社会经历也特别少，所以的话，出发点是好的呀。
所以是你结婚还是你父母结婚？是我，但是确实是赶上了嘛。那个店刚开，确实不能一开了就关了吧。所以跟准公婆在一起忙，难免意见不统一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我觉得也正常。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订酒店，然后那个酒店有大的宴会厅，还有小的宴会厅。当时就是说的特别好，就是说我们结婚一切都听我们的。但就是选场地的话，肯定得需要当事人去看一下。然后当我到酒店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已经订好了，就是把那个小的宴会厅已经定下来了。你如果和我商量一下，我不一定就是不同意订这个。为什么总是就是自己去擅作主张？然后后来就是最后订婚庆也是，你可以和我商量一下，我未必就是不会不同意。不被尊重是吧？对。这个我得说一下，因为大宴会厅的话，它有一个那桌数限制，必须是35桌以上才可以起订。而且我们当时数完人数之后，大概是30左右，不够那个要求。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为了让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厅的话，然后看完之后，他们其实已经订完了。我就直接问你吧，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心里舒服吗？其实我就是两边去沟通去聊吧。你就抹稀泥了是吧？对。好。但你说你婚前忙，那婚后第2年就怀孕了嘛？大夫告诉我需要控糖，就是控糖的话就是挺麻烦的，就是必须1日3餐自己严格去把控一下。我几乎就是每天就自己就挺忙的，因为孕妇的心理可能就是比较玻璃心，就是需要有人陪，或者是有一个输出吧，就是倾诉一下内心的想法。但是他每天还是就是下班之后吧，就是偶尔可能也会问一下，就是今天血糖监测的怎么样呀？然后就是平平无奇，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很无助、很孤独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。这孕期就有这感受啊？就是在那个怀孕的时候，我不也是陪着去那个产检什么都陪着去了呀。而且的话，因为咱结婚的时候店刚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那边店里确实越来越忙，没有办法，就一切都是为了咱这个小家呀，并不是对你漠不关心、不关心你什么的呀。所以你回家会跟他说话吗？就说的会少点。那回家做什么？因为我回家已经8、9点了嘛，就我洗完澡、吃完饭，然后都10点了，大家都该休息了，其实也说不了2句话。因此觉得很孤单是吧？心理上。对，但是还有一点就是，他不光跟我去不沟通，就是我觉得他和我和他父母之间这个纽带，他做的我觉得也是不太让人就是舒服。就是像我们生孩子之前，因为我父母年纪比较大，身体也不太好，肯定是伺候不了我月子。他工作这么忙，他父母也有工作，我就想要我们请一个月嫂，这样的话老人也能休息好，也没有很累。我们呢也能学习一下经验。然后这个事情呢，我是出发点是去和他父母去商量，因为我就怕老人多想，就是说嫌弃他们呀什么的。但是他父母说的也特别好，就说这个不用你操心，这个他们早就安排好了，就是哪怕就是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儿，也去把我照顾好。孩子确实是个天使宝宝，就是特别听话。他们可能觉得事情就特别的少，就是偶尔做个饭，几乎晚上就是从出院到家吧，晚上就每天都是我自己带孩子。他虽然跟我们也是就是在一起睡，但是我觉得他比谁睡得都香。月嫂请了吗？最后没请呀，因为婆婆不说她能照顾好我吗？就婆婆在帮着伺候月子。也就是因为孩子特别听话嘛，也就是偶尔就是做个饭呗，也就是。我妈是做那个理疗店的，觉得因为请一个月嫂大概得1万多块钱吧，然后我妈那个店大概1个月收入也1万多，我妈那就当时就我们俩沟通完就是说这1个月打算就不干了，就一个月。你听明白他刚才絮叨的这段重点是什么了吗？就是那个月。你觉得这段重点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段重点啊，就是还是我的原因，我觉得。什么原因？我还是沟通和陪伴不够吧。我听下来就是觉得在月子里面也被冷慢了，对吧？
冷的实际是老公，对他关注的点，我觉得就是在金钱，我并没有说钱这方面。对，听懂了。孩子不是很天使吗？对，然后很顺利就出院回家了，然后亲戚朋友都来看我跟孩子。来的时候呢也会给红包什么的，我们大概收了有3万左右吧，但大部分都是我那边亲戚朋友比较多。但后来就是也办酒席嘛，我就把他们家那边亲戚一部分钱去拿给我婆婆了，我说您去用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这边还有，但我婆婆没要。然后我就把那钱放抽屉里了，这个事情也就我们俩知道。然后后来出月子可以出去，我就打算把这个钱存起来，然后发现抽屉里就还有5000块钱，我就去问他，我说这个钱是你用了吗？然后他说是，然后他就是去店里去进货呀，去放店里了。钱谁花都可以，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因为我就是觉得你会多想嘛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因为生孩子啊，再加上那个坐月子啊，这些已经够费心的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这钱我就偷偷拿出来，然后因为就是进货嘛，把货都卖出去之后，不就都回来，我就偷偷再放进去呗。我就这么想的，就没让他多想这些，结果还是让他发现了。你也不总跟我沟通。我自己一个人，我难免会多想呀。然后后来的话，这个店的收益确实是，有一段时间不太好，养孩子也需要钱，而且后来我也没有工作了，然后他就一个契机吧，就去当了这个保险员。然后我发现就是他有了另一份工作之后吧，我就觉得他变得更加的沉默，就是回到家，然后大部分时间在看手机。是这样的，我因为做这个行业本身就需要尽可量的去学习，所以的话我就会在回家的时候再学习一段时间。听懂了。但我觉得比你忙的人多的是吧？到家都就是吃完饭大概8、9点、9、10点了，还在谈业务。我觉得你没有合理安排好你的工作时间和家里的时间。我觉得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，在外面，就是我和孩子也是需要陪伴的。我觉得你就有点太挑剔了。我觉得我的出发点就是为这个小家好呀，并没有要刻意的去冷落你啊。那我的出发点呢？我不也是希望咱们这个家，温馨快乐吗？就是孩子虽然现在是小，如果大了的话，他缺少陪伴的话，我觉得他的性格上可能也会就是不太好吧。那我也没有那么夸张吧，就天天都不跟你们说话吧，那。感觉就像一个合租的室友一样有的时候。但后来就是，因为也是去见客户，也会迁就客户的时间嘛，客户至上嘛。有一次他去见客户，大概有11点左右还没有回家，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就是跟我简短的说一句，哪怕说一句就是我这边还没有谈完，就是晚一点回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，大概过了40分钟也没有回，然后那时候就快11点半了吧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然后他也没接，给我挂了。我觉得你出去这么久，不可能不喝水、不吃饭、不上厕所吧？就是几秒钟给我发一条微信的时间也没有。因为我去见客户的时候，时间、地点在哪个餐厅吃饭都给你提前发给你了呀，而且就是没有看到手机啊，因为他一聊天就不看手机，然后我就开始去铺垫那些之前打好的资料，去跟他讲，去给他去规划这些，可能时间上就久了点，而且完事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了。我自己在家带着孩子，然后还要担心着你那边。你是担心他的忠诚，还是担心他的安全？你直接说。都有吧。后来他不还是继续干这个的话，肯定见的人比较多，然后社交会越来越广泛。但这个我也理解，毕竟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就是和一个女生聊天，但我不是刻意看他手机，就是偶然间发现他和那个人聊的，就几乎每天都在聊那个工作嘛。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追究。但后来他说他们要一起去外地考察一个项目，我也是无意间看到他和这个人就大段的在发这个内容，然后问他吧，他也说不清什么，我就想看看到底是说了什么。
然后我发现看的时候，这个记录已经被清空了。大段都是发的一些工作的东西，并没有什么东西。而且的话，我也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大多数的客户还是男性比较多，就怕女性跟我聊天你会不高兴，所以我就尽量避免了这些了已经。那你既然就是没有就是什么内容，那你为什么要删呢？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是说不通的。去没去啊？没去，最后。哦。啊。本来就是那个还在待定中，就提前说了一下，然后就觉得那既然都没什么戏了，我就给它删掉吧。然后没想到还是让你多想了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就想太多了。我跟你说之前我不高兴，我还得笑脸去陪孩子，我总不能把这情绪带到孩子身上，我就觉得每天我挺分裂的。问几个问题，孩子现在多大？1岁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工作，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养育孩子的上面？从孕中期吧。孕中期。对。所以现在有2年多了，是吧？差不多2年。差不多。你觉得你今天最核心想表述的是什么？你最想要什么？我就希望你不管是发生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事情，都多跟我们沟通。是不是这个就冷漠了？对。你是觉得先生现在对你非常的冷漠和冷淡，对吧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？为什么不大声的说出来？这是你的正常要求啊！你是我老公，你得对我好，你得安慰我，为什么要藏着呢？对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因为大部分我自己在家带孩子，我也会怕，就是是不是我说的太多了，就是会影响到他。影响他什么？就是这个人不是最该跟你在一起的人吗？这个人不是最该接受和包容你脾气的人吗？这个人不是最应该知道你真实想法的人吗？要不然他怎么跟你在一起呢？对，所以到后面我就是实在可能是绷不住了，就直接去爆发，去跟他去说了。这个问题就是后来我也考虑过，就是可能我的沟通方式也有问题。你所谓的爆发去说是什么？是争吵、指责还是什么？争吵吧。这男人突然有一天跟你说，我也过不下去了，我也很憋屈，我也很难受，这个婚姻也让我很窒息。他说我们分开吧，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换而言之说，这个婚你离得起吗？我直接问。我觉得现在想的话，肯定是离不起，因为我还得考虑孩子。所以你要忍辱负重，对吧？你整个的描述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婚前开始就一直在忍辱负重，我的感觉对吗？是你内心的感受吗？也是吧，算是吧。为什么要忍辱负重呢？就是有的时候他压力确实也挺大的，就是也不想让他就是考虑太多。很累，对吧？很憋屈，对吧？我一个人要做这么多的工作，是吧？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你的情绪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还不放心我，对吧？对。你觉得你们婚姻问题大吗？我觉得还行吧，因为他已经照顾家已经挺好的了。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，她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对。但是你很累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满足她的需求。对。不是你不想。对，不是。而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对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能明确吗？能明确。能确定吗？能确定。好，这个孩子1岁半了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你自己。我自己，我肯定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肯定是要带好孩子，然后还有想法再出去工作吗？有，肯定有。什么时候？孩子再大点吧。多大？2岁。就是半年以后我要出去工作了。对。孩子怎么办？2岁他大一点的话，现在孩子奶奶时间富裕一些，我就可以放心一些。今天上来就说了。说我就生活还得继续，其实是来找方法的，对吗？对。怎么来调整这个婚姻关系？对。那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伯鸿兄，作为一个丈夫，任何事情都不和妻子商量，擅作主张。我认为这不是妻子不被尊重的问题，是在这个家，她明显被你们边缘化了。您刚才说。您很忙，所以回到家也很累，没有时间和他去商量。夫妻之间缺乏了交流沟通，感情一定变淡。
在一个家庭真的不怕争吵，怕的是大家无话可说。这是婚姻危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了，所以你如果不改，迟早一天他会大声的和你说离婚。谢谢，谢谢波红兄。文老师，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，你会为自己的处境去找一个你觉得可以继续相信和努力下去的理由，但是不要给自己洗脑吧，就是不管是在感情中还是在生活中，包括以后在职场中，你感受到的那一刻，你最真实的感受，它就是真实发生的。你不要因为对方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你当下受到了伤害，你首先应该说，哦，我为什么会受到伤害？接着我如何不再受伤害？而不是说我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然后一直让自己说啊，我受伤害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再忍，继续忍。这样的话，对女孩子身体特别不好。就是目前你的状态给我觉得你非常好，你很真诚，但是你缺那么一点有趣。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可以吸引一切。你可以有一些你自己的爱好，比如说你自己的朋友，然后你在同时可以照顾宝宝的这个情况之下，去提升你自己内心的修养，提升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。因为你的丈夫一直在成长，他的事业一直在进步，那你提升你自己，让自己有趣了，你去吸引他，而不是说我每天去关注你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你为什么不体贴我？你为什么不？因为这个你在他身上找不到答案，你已经找了那么久了，他给你的解释就是我工作很忙，我工作很忙，我工作很忙，他已经给你答案了。那如果这个答案你不满意的情况之下，就请你调整自己。好，接下来对男生说一句话，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精准合理的规划。就是你对你的事业上，你可能说，哎，我付出了很多，确实在努力，这个我们都看到，也是支持的。但是你在身为一个丈夫的时候，你在身为一个爸爸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像对待你的工作一样？所以你要在你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扮演好你应该有的角色。我说完了。谢谢文老师。雷老师，夫妻俩的正经事儿是什么？夫妻俩的正经事儿一定不是你看着我微信删没删，你看我客户是男是女，一定不是我偷偷回家给你留5000块钱，剩下那点钱我全拿走，这不是夫妻俩的正经事儿。你们两口子有天生的正经事儿。我问一下，咱们先问宝爸，您是宝爸对吧？对。好嘞，孩子第一反抗期大概多少月龄开始？来，第一反抗期，1岁了，也叫宝宝叛逆期。叛逆期就我感觉现在1岁半嘛，2到3岁。你到底几岁？你忽悠仨了啊！1岁、1岁半、2到3岁，你怎么不说18岁以前啊？你说你是宝妈来。我觉得从5、6个月吧。我告诉大家啊。你们家娃不管男女，第一反抗期大概高发是2岁到3岁半之间。第一反抗期的时候，怎么让孩子有自主性、有独立性？告诉我一些行为细节。这个。所以你们俩有正经事儿，你们俩不干。就是我盯着孩子他爹每天跟女客户聊天，孩子他爹每天盯着家里这俩钱儿，看着我就烦，回来刷手机。你们俩那正经事儿呢？为什么说？我们就像宿舍合租的舍友一样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咱忙活正经事儿行吗？夫妻俩人有共同的正经事儿了，沟通的内容自然多，好吧？得嘞，我说完了。谢谢雷老师。山大老师，有一段话我跟男生说啊，结婚就像一颗永不过期的定心丸一样，好像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宣布了对妻子的所有权。所以，从此之后，你就不必再费尽心思的过每一个情人节和生日，也无需嘘寒问暖的去关心和体贴，对吧？你会觉得你说我抵挡得了外面花花草草的诱惑，然后我也忍受得了和你日复一日的无聊，白头偕老我绝不食言，我已经千古奇功一件了，你还要让我怎样？你用这种强盗逻辑绑架了他。
你用我为家庭去挣更多的钱，以及我担负起了咱们家的经济财务大权，所以你无权对我有任何的要求。你用这个借口逃避了所有家庭的责任。挣钱这件事儿，结不结婚都要做，所以不要以这个为借口推卸其他的责任，明白吗？没有那个能力就别结婚。对女生而言呢，就是你刚才说你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孩子，没错。但你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做你自己呀。我们是妻子，是妈妈，是女儿，但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是自己。你每天都在这种压抑的情绪当中，宝宝每天看着妈妈以泪洗面，看着妈妈垂头丧气，你觉得他的身心能健康吗？你需要慢慢的找回自己，而不是找他。你找他没有用，你越找他，他跑得越快。所以过日子得动脑子，过日子得用智慧。没有温度的日子不如不过，就这样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我刚才听完老师们的发言，大概提炼了3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是文老师带来的，叫洗脑。我觉得夫妻双方都在洗脑，女生在洗脑，我要做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，所以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先压抑自己。男生是大多数的人容易犯的一个逻辑性的错误，但是我们常犯。我挣钱是为了家里好，是吧？你挣了钱是家里人花了，但是家里人都快抑郁了，这是为家里人好，还是为自己好？咱琢磨啊。第二个关键词大概是平衡，就是不管从宝妈来说，还是从丈夫来说，你们都没有找到那个人生的平衡点，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很难找到。我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在关注宝宝了，我哪还有时间再去关注其他的东西？肯定会忽视。我玩命在外面挣钱，我在外面已经累得不行，难道我回家就不该歇会儿吗？是这么想的吧？所以这种平衡其实还挺难找的。那雷老师其实给到了一个解决的方式和答案，就是我们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这个目标最好树立，又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，不就是我们共同那个结晶吗？孩子嘛。第3个关键词是莎娜老师和博红兄给到的，其实在我听来就是责任。大概对于你来说，你现在失去的责任是对自己负责，找回来呗。对于您来说，失去的责任是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这个责任，到底怎么平衡？这个角色到底怎么去扮演好它？其实你可能没有感受啊，是我们这个统一的感觉，他现在压抑的很久，就太过压抑了，你还觉得没事儿呢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表象，所以夫妻之间就不要演戏了，真实想法说给对方，哪怕不能接受，你也得说啊，越藏越累，越藏心越远。你们琢磨琢磨吧，老师们大概发言，我听到的就是这些。你们也仔细琢磨一下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，而且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而且的话，我以后也会调整我的说话方式和我办事的态度，而且咱们也有一个可爱的宝宝，我也以后会那个照顾咱这一个。让咱一家3口能好好的过下去，也希望咱能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，并不是像现在一样特别冷漠。你说的这些呢，也是我期待的，但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确实挺无助的。但你说，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大家给的意见，我会仔细考虑的。别提要求了，做好自己嘛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悦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。
欢迎通过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如何看待这对夫妻的关系走向。来，博宏兄觉得他们会出来吗？就是您想，一个结婚才3年的妻子说，在这个家。她过得像个单亲妈妈啊，两个人都会出来。我希望丈夫去体谅一下妻子心中的悲凉。好，文老师，我觉得会出来，因为两个人都没奔着就是说要说任何什么分开、所以现实生活里，你觉得他们的关系走向是怎样的？现实生活中，我觉得这俩估计还得蒙一阵儿。对，好像他们彼此搞不清楚对方的诉求，但是一直在说自己怎么样。是，谢谢。来，雷老师，一定会出来吧？咱们一起把孩子培养得更出色、更健康、更快乐嘛。好，山大老师，出是会出来，就看什么时候这个丈夫能够感受到，哦，家里的温度是凉的。他现在连感受都没感受到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因为他在舒适区啊。对，对吧？他还觉得挺开心的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怎么再相逢，请开门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怎么再相逢，请开门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哎呦，请亮灯吧。你要说平常没时间，咱也能理解。好不容易在这个舞台上给一点点时间。这俩人抱的是我见过的夫妻和情侣里面抱的最短的，马上就推开了。你们好好的调整一下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祝他们幸福吧，关键祝宝宝健康的成长。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